相信烤出一份自己烤的吐司，绝对是厨艺初学者的一个大目标。但对多数人来说，烤一份亲手做的吐司的最大阻碍，绝对是反复用漫长的发酵时间。今天，他会将这份烤吐司的步骤简化再简化，让大家能在短短的2个小时之内烤出一份属于你自己的吐司。对了，大家别忘记按赞、订阅亨瑞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来支持亨瑞，并将影片多多分享给更多朋友哦。首先加入高筋面粉250克，在这里亨瑞为了将步骤简单化，这里就不过筛了。接着加入糖40克、酵母3克、水150毫升，混合均匀，并搅拌到没有看见结块的面粉，而且整个面粉呈现光滑的样子。在这里亨瑞说明一些要注意的地方。如果各位朋友怕制作面团时面团太湿的话，可以像亨瑞一样，先只加150毫升的水来确认面团的状况。毕竟各位朋友和亨瑞用的面粉的种类可能不同，需要的水量也会跟着不一样。今天亨瑞加了150毫升的水就很足够了。如果各位朋友在制作面团时感觉太干的话，可以再慢慢加入10到20毫升的水，但要注意水加的量来防止面团太黏。如果不幸把面团做得太黏的话，那就不管它了，反正可以丢给你的朋友处理。接着继续的揉面团，在揉面团的同时，边揉边将奶油分3次加入。一开始你会感觉面团又散开了，亨瑞跟大家说一下，现在发生的情况是正常现象。如果面团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，不要怕，揉到你感觉面团没有那么油的时候，也就是说面团吃进面团里了。再重复加入奶油揉面的步骤，总共3次。揉完后你会发现，面团除了更光滑之外，不会有散掉的情况发生了。再来将面团分成3份后，不断的把边缘的面团折到面团中间，直到你有点折不动后，翻到背面。这个时候面团背面会非常光滑，这个就是很多做面包的朋友俗称的光面。接着用2手立着，并围绕在面团的周围。再用小指的部分把底部的面团往内收，等到面团看起来接近圆形的时候，再把它搓圆。接着盖上保鲜膜静置一下。在这里亨瑞抓的时间是15分钟。在等待的同时，亨瑞来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用水做吐司，而不是加入牛奶吧。相对于牛奶，亨瑞认为水会比牛奶更好取得。而且牛奶并不是天天都会在每个人家中的冰箱出现。二来，牛奶虽会让吐司增加奶香味，但是不耐久放，很容易变干。如果换成水的话，吐司松软的时间会延长许多。这也是亨瑞今天选择用水来制作今天吐司的重要原因。好，15分钟到了，接着将面团重新排气。今天亨瑞忘记带擀面棍了，算了，只能慢慢压了。如果有擀面棍的朋友，请尽量的使用擀面棍；没有擀面棍的朋友，也可以找个圆柱体的物体来代替。再没有的话，就像亨瑞一样，用手掌凑着用吧。接着将吐司盒和内部刷上1层油，这样子等一下吐司烤好后会更容易的脱模。所以将面团放入吐司盒，并盖上盖子，放到温暖的地方，把面团发到8分满。感觉没有什么变化。刚刚亨瑞看了看体温，哭啊，23度，难怪发得那么慢。直接把它送进烤箱发酵算了。开启发酵功能，把面团发到8分满。如果烤箱没有发酵功能的朋友，可以找来一个有盖的大箱子，把装热水的杯子和装了面团的吐司盒放进去，这样子发酵的速度会快一点。对了，杯子要离面团远一点，不然的话可能会因为面团温度太高而发酵失败。如果发酵失败的话，烤好后的面团可能会磕掉你朋友的牙，还是把它丢掉好了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终于发酵到接近8分满了。接着把吐司盒的盖子盖上，将烤箱预热到170度烤20到25分钟。
在这部影片中，亨瑞忘记在面团顶部涂油了，大家可以在烤吐司之前多涂上一层奶油哦。20分钟过去了，先来检查一下吧。因为上面没有刷油的关系，吐司上面有点裂开，整体看来应该熟了，问题不大。吐司侧边有没有均匀上色才是最大的重点啊！接着亨瑞分享一个脱模的小诀窍吧，先把吐司盒震一震后再来脱模，这是为了让吐司盒更容易、更快速的脱模。在刚刚脱模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吐司的侧面，上色的非常的均匀，整体来说烤得很成功。除了把吐司放凉后，我们的吐司就完成了。对了，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，刚出炉的吐司一定要放凉才可以开始切，不然的话吐司吃起来会是酸的，口感不好。最后一份纯手工、松松软软、用香气扑鼻的亨瑞自制烤吐司完成。对了，想知道亨瑞版吐司的简单吃法吗？今天亨瑞加码分享一个自制吐司的吃法：将水煮蛋随便压碎，加入8克的美乃滋、盐、黑胡椒，搅拌均匀做成馅料，再用吐司夹起来。步骤是不是似曾相识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亨瑞之前做蛋沙拉三明治的影片，也可以用那部影片的方法做出蛋沙拉来和今天的吐司搭配哦。至于味道怎么样的话，亨瑞感觉和一般吐司比起来，因为只经过一次发酵，口感并不像外面卖的吐司那么有嚼劲。但是亨瑞版吐司的味道非常的香甜浓郁，完全不会输给面包店的吐司。将今天简易的蛋沙拉，就可以将今天的吐司变成美味又健康的一餐。谢谢大家！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，欢迎帮亨瑞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亨瑞将协助你们激发对烹饪的灵感和信心。我们下回不见不散，拜拜。